对，就我是互联網公司的，就平時也比較忙，實質情況下也就周末出來轉轉，消費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化。消費是持續在降級，對，之前還喜歡買點奢侈品，現在不買了。如果沒有好的投資，可能一年存個毛20萬的樣子吧，就是。我沒有，拖後腿兒。美女你好。你好。想問一下，今年前3季度整個的居民存款總額是164萬億嘛？除以14億人口，我們每個人被平均到是11.7萬。想問一下，您達標了嗎？對，算達標的。哦，那挺不錯的。想問一下，您今年的存款，相比較去年的話，是上漲了還是持平，還是說有所下降？差不多持平吧。消費什麼的，你覺得跟去年比有什麼變化嗎？今年的消費？其實還好。本身对，就我是互聯網公司的，就平時也比較忙，實質情況下也就周末出來轉轉，消費其實沒有太大的變化。所以像你們互聯網基本上收入是沒有什麼太大，对的，没有目前沒有受特別大的影響，反而可能會有就是通脹嘛，就是每年的那個就增幅還是相對比較穩定的。那是不是據您的觀察，在您以前你認識的一些朋友當中，像你們這個行業算是相當不錯的行業了？只能說從現金流的角度相對還比較穩定吧。因為也有朋友就是可能假設他的事業部受到了一些影響，有一些工資的降幅，或者是部門的調整，甚至是裁員的。那是不是像你們這個行業，它的收入差還比較大的？這個我其實不太確定，因為相對來說公司內部那個薪資都是保密的嘛。那其他的公司的話，整體上大差不差吧，但是不同部門肯定收入差還是有的。因為現在的就是年化利率，銀行的年化利率比較低嘛，差不多是1%，甚至連1%都沒有了。即使這麼低，對您來講，您還會考慮把錢存在銀行做定期啊什麼的？銀行定期比較少，就比較多的一些利率雖然沒有那麼高，但是相對比銀行要高一些的理財產品，或者是保險類的理財產品。像您如果要給大家一些建議的話，您會建議做什麼樣的理財會比較好？在當下的情況下，我覺得還是要分人群吧，就是本身不同的收入人群，包括資產，就是現金流的需求狀況也不太一樣。整體的建議的話，還是建議大家從實際的風險評估，就自己的風險偏好，以及对比如說未來10年或者是5年你自己對於資金的使用情況，就比如我個人可能短期內沒有買房的需求，那麼相對來說現金流的需求就沒有那麼高。那您現在就是您覺得做哪塊的投資會感覺在當下的情況下收益還是不錯的？有這樣的？沒有特別研究過，我都是理財那種 APP 裡面，大概就是相對來說也比較保守的投資者算是。差不多年化3點多，对，差不多。但是又比較安全一點。對。是的。那你美女你好，差不多看到每個人的人均是11.7萬。想問一下您達標了嗎？今年達標了。那挺不錯的。那今年您的存款相比較去年的話，是上漲了、持平，還是說下降了？上漲了一點點。是整個收入上漲了嗎？還是說消費相对來說理性一點？是理財方面算嗎？都算。理財方面稍微。理財方面的收入變多了一點，对，所以整体就上漲。是的。消費有沒有受變化？就有點消費降級，或者說完全沒有變化？消費是持續在降級。对，之前還喜歡買點奢侈品，現在不買了。為什麼？其實收入沒有變化，為什麼要去消費降級呢？因為最近和朋友也在聊，就是現在不需要奢侈品
取悅自己或者是装点自己，就是买东西的逻辑还是以舒适和自己開心為主，這樣子。是不是有點對奢侈品祛魅了？對，是的，是有一點。是不是祛魅的人還挺多的？最近，周圍的同事和朋友來說，確實是這樣的。以前大家會很喜歡攀比，買個包啊，買個奢侈品的什麼東西，現在也不會了。現在就是，就是大家會討論這個東西材質舒不舒服，然後他買的性價比高不高，這樣子會去這樣去比較自己買的划不划算。就是更加考慮這個東西實用性和舒適度。对，而且覺得就是隨着事業也發展了，然後收入積蓄也在這裡，不需要去靠奢侈品去裝點一些門面啊，或者也不太在意別人的眼光了。那我覺得这也是一件好事啊。是一件好事，就是可能成長了吧，就是可能隨着年紀大了，不像20多歲的時候非常虛榮。當然不是壞事啊，就是虛榮也是願意上進的一種，但是就是主要是可能還是年紀上來了，然後可能更喜歡花錢去在健身啊，然後學習，就真正对自己有成長有幫助的一些東西。是的。我最近以前還喜歡做醫美，現在也不做了，現在主要錢都把醫美的錢，去年的邏輯是把花在醫美上的錢。現在全都花在健身和學習新的技能上。銀行的年化利率變得越來越低了嘛？可能1%，是有的甚至連1%都不到了。在這種情況下，你還會去考慮存在銀行嗎？存一個定期？我是這樣的，就是我們家的收入是大頭還是在銀行的，就是會是一個完全不接受損失的狀態，可能是70%。然後剩下的15%是在比較激進的領域裡的，比如說虛擬貨幣，然後美股，這樣子比較激進，我可以允許它損失超過30%。然後剩下一部分是，很多程度我都投資黃金了，這幾年就是很多年前就在購入黄金。你非常有眼光啊！很早就開始投資黃金了。我很早就開始投資黃金了，但是我不是因為，是因為投資去買的黃金，它只是佔我很小的一個邏輯。我主要是喜歡黃金，我主要是年紀到了，血脈覺醒了，我很喜歡那種金燦燦的東西放在家裡。挺好。那你這個喜愛就而且升值不少。就是我一個是喜歡，所以才去買的。第二個是。我是覺得這2年經濟不好，然後到處都在打仗，所以買黃金它一定是一個隨着法幣的增發，它一定是一個水漲船高的過程，所以買黃金一定不會錯。所以。那您達標了嗎？我沒有，拖後腿。您是把錢都拿出去投資了嗎？還是怎麼樣？對。是企業經營在用。您今年您是自己做公司的嗎？還是？對。今年在這樣的一個大環境下，感覺好做嗎？不好做。對。能冒昧問一下，您是哪一個行業？做製造業吧。製造業。對。那據您的觀察，在今年或者說去年這樣的大環境下，就是大家的情況怎麼樣？您感覺？就是做企業的可能會比較辛苦一點，特別是傳統企業、傳統行業的。傳統行業。對。新興行業嘛可能會比較好，它甚至有的會超預期。然後普通的。就是上班的工薪階層的話，可能會，也比較兩極分化吧，我覺得可能會比較多。對，現在主要是感覺到有一些他的那個居民的一些消費嘛，消費可能整體來說的話，在一些方面還是有些萎縮，可能就造成有些行業它會，暫時比較低迷，進入低谷。但是對於長期來講，比方說再往後看5年，您看好嗎？還是您的預期是什麼樣子？現在我們就是
這2天其實昨天前天都還在說這個問題，就是說現在到底是在山腰還是在谷底？所以你们的結論是？也在討論這個問題。我們的結論可能還沒到谷底。還沒到谷底。對，可能還會在山腰啊，或者在某個地方。現在銀行的存款的年化率啊，現在很低嘛，只有差不多1%，有的甚至連1%都沒有，0.9、0.8都有可能。那您覺得，如果是您的話，你有錢的話，你還會去存在銀行嗎？對您來講？這個從幾個方面嘛，可能一個是這個雖然利率很低，但是可能會覺得比較保險，因為現在做投資啊什麼這些，還是有些風險，再加上現在可能有些收入的不穩定性啊，所以導致這個存款餘額還是在不斷增加，這個是可能這樣一個原因啊。然後這個主要就是我估計，就是看有沒有好的新的投資方向。對存款的一個分流，現在目前看來都，不像以前那樣，什麼房產啊，這些都是會吸走很多存款，現在就是，這個方面的投資渠道還是不多。美女你好。你好。想問一下，您今年這個存款達標了嗎？達標了。那挺棒。相比較去年的話，您今年的存款總額是上升了，還是持平，還是說下降了？存款總額可能是下降了，因為我今年可能用的比較多。所以說相比較去年，您的收入是沒有變化？收入微漲。你還微漲，那你很厲害。比較幸運吧，就是升職了，加薪了。太棒了，恭喜你，恭喜你。那謝謝。想問一下，就是說你現在就是有這個存款嘛？你是會考慮存銀行嗎？因為現在銀行的年化利率很低嘛，可能1%或者1都不到了，您會怎麼？我們會分幾個板塊，一個是買一點基金，然後一個會在股市裡買一點，然後還會有定期的存款。分散一下。对，分散一下啊。那即使存款利率這麼低，也還是會考慮相應的存一點，是嗎？對的，總歸比較安全嘛。就考慮安全的考慮。對的。想問一下，股票的話，今年的情況怎麼樣？我做的不好。做的不好。虧的。虧的厲害，透露一下嗎？虧的挺嚴重的。虧的挺嚴重。對的。但是你後續還會考慮去股票，還會去玩嗎？反正股市裡就放這些，我也不打算再多投，就這些。就反正就對，就這麼多。不可能再增加了。是的。那現在的這個理財啊，你除了這些，還會有其他的一些理財方式嗎？暫時沒有。對的，因為現在買黃金嘛，價格也太高了。對，黃金現在漲得很厲害。是的。像您覺得，對於一個普通人來說啊，就是一年能存多少，就是相對來說比較合理？我覺得要看你怎麼說呢，這個存款，看你如果有好的投資，你可能先去投資其他的。如果沒有好的投資，可能一年存個20萬的樣子吧，就是也蠻不錯了，是吧？對的。對我來說差不多吧。